末日丧尸病毒爆发前，我变卖家产，一分没留，全部梭哈彩票。亲戚朋友们知道后都说我脑子有病，可就在第二天，我便拿到了3个亿的头奖。正当他们绞尽脑汁想要讨好我之时，我却转头花5000万买下一座废弃的监狱，将其改造成了 S 级生化防御基地，并且购买了大量的食物和水，准备过上摆烂的生活。但是我真的可以摆烂吗？轰的一声，腐烂的尸体瞪着猩红的眼睛，流着恶臭的咸水朝我扑来，四面八方都是密密麻麻的，一眼望不到尽头。我知道无路可退了，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钞票，我不甘心地扣动了手中的扳机，却发现没有子弹，最终在数不尽的丧尸撕咬下，结束了短暂的一生。然而就在这时，一道亮光刺痛着我的双眼，我睁开眼，模糊的意识开始慢慢清醒起来，看着眼前破败且熟悉的环境，脸上画满了1000个懵逼。我不是在末世的丧尸狂潮中丧生了吗？怎么会回到了这里？难道我重生了？不敢相信的我狠狠掐了一下旁边二哈黑白相间的大脸，伴随着二哈独有的公鸭子惨叫声，我终于确信自己真的重生了。看了一眼手机时间，2035年7月20日上午10点20分，距离末世还有整整11天的时间，距离我彩票中奖到账刚过去10分钟。前世的我3个亿到账之后，买了豪车别墅，还把剩余的钱全都取出来放在了别墅里，堆成了一座小山，享受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刚持续了11天，丧尸狂潮就爆发了，于是才有了开局的那一幕。我守着堆积如山的钞票被丧尸分尸，如今有机会重来，我绝对不允许自己再做出这么沙雕的事情。在我内心自我检讨的时候，旁边的二哈终于忍不住，再次发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公鸭子叫声。二哈是我养的一只狗，确切的说是一只哈士奇。我是一个孤儿，没有亲人，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二哈龇牙咧嘴，疯狂刨地，眼泪汪汪地发泄着自己的委屈，质问我为什么要掐他俊美的大脸蛋子。如果我不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就和我同归于尽。在我扔了一根鸡腿之后，这货就放弃了仇恨，开始一脸满足地趴在地上享受了起来。而我也终于从重生的震撼和狂喜中清醒了过来，开始快速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做。丧尸病毒是从花市一个生化实验室里泄露出来的，一经泄露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球。先是空气传播病毒，感染病毒的人会在1天之内变成丧尸，见人就咬，而被咬的人10分钟就会变成丧尸。仅仅3天，全球90%的人都变成了恶臭的丧尸。第5天，全球95%的人感染。我就是在第5天被丧尸群攻破别墅吞噬殆尽，而那个时候人类还完全没有对策，甚至人类秩序已经完全崩塌。所以重生之后的我很清醒地知道，末世之中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深吸了一口气，再次看了一眼时间，2035年7月20日上午10点25分，距离丧尸爆发末世降临已经不足11天了，仅只剩下10天23小时55分钟。我必须马上做出对策，并且行动起来。丧尸爆发之后最缺3样东西：干净的食物、干净的水以及坚固的防御基地。没有这3样东西，面对数不尽的丧尸，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很快想好了对策。前世的印象中，T 市的郊区有一座废弃的监狱正在售卖，由于价格太过昂贵又不实用，所以卖了1年多也没有卖出去。要说坚固，怕是没有几个地方比监狱更坚固了，所以我没有丝毫犹豫，便打通了售卖方的联系方式，花了5000万买下了这座废弃的监狱。在售卖方看傻子一样的目光中，我付了钱，拿到了一大串钥匙，录制了各种指纹密码。售卖方应该真觉得我是个傻子，毕竟在正常人的印象里，估计也只有那种土到渣、傻到家的暴发户才会花5000万买这种鸡肋的地方，估计也是为了装 X。我并不在意售卖方的看法，尽情嘲笑吧，等到末世降临，有你哭的时候。我仔细检查了一遍这所监狱，里面的面积很大，足有上百间牢房，完全能够容纳上千人。除此之外，还有占地面积数百平米的餐厅、各种办公室、洗涤间，以及数千平方米大的活动区域。监狱的围墙是用砖头、水泥和钢筋浇筑而成，足有6米高，墙上围满了电网，还有各种倒刺，再加上纯金刚的大门，将整个监狱的防御拉到了极高的层次。而且巨大的空间足以让我储存10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吃不完的食物和水。我很满意，这5000万花得太值了。不过这还不够，因为末世降临之后，丧尸的数量太多了，光是 T 市就有数百万的丧尸。这所监狱阻挡数千只丧尸不成问题，但如果是数万只甚至更多丧尸围攻，我肯定玩完。所以我要继续加固这所监狱。2035年7月20日下午3点20分，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一股紧迫感扑面而来，留给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必须尽快加固监狱，并且购买生活物资。银行卡里的3个亿在购买完磐石监狱之后，还剩下2亿5千万。一个人如果月薪1万，需要2000多年才能挣到这么多钱。如果一天花1万，这些钱也足够花将近70年。如此巨额的财富，足以让我发挥所有的想象力，来装备我的末日堡垒。再次看了一眼时间，2035年7月20日下午3点21分59秒，距离末世降临还有10天18小时59分1秒。时不待我的紧迫感直逼大脑而来，我不再犹豫，打开电脑进入了某大型商城，开始疯狂购买各种物品。首先，我购买了3000吨水泥、5000吨花岗岩和1000吨钢筋。由于我购买的量大，商家给了很大的优惠，
总共花了我500万。我准备用这些东西在磐石监狱的外围再铸造一道2米厚、10米高的围墙。除此之外，我要在2道墙之间挖一条10米深、5米宽的壕沟，浇筑2米深的水泥，里面铺满钢刀，再通上电网。这样的防御工事构建下来，只要我不作死到处乱跑或者打开门，应该足以抵挡数万的丧尸了吧？也许有人会说我怕死。没错，我就是怕死。我经历过一次末世，被无数的丧尸包围、撕裂、啃食殆尽，那种极致的恐惧，难以形容的噩梦。我不想再经历一次。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构建如此庞大的工事很难，几乎可以说是无法完成的工程。但是我有超能力啊！我大手一挥，又花了500万，请了一个500人的专业团队，让他们在5天的时间内务必完成工程。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专业团队的老大是个秃头的油腻中年，对我点头哈腰，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只是半天的时间，石墙就已经堆砌了5米高。我对工程的进度很满意，也放心了下来，然后开始购买各种生活用品。末世降临之后，病毒不仅感染了人类，各种动物、植物以及水资源也都被大量感染。所以，想要在末日里生存，光是有坚固的防御堡垒还不够，还需要足够的食物和干净能饮用的水源。看着银行卡里躺着的2亿4千万，我没有丝毫吝啬，开始大量订购各种食物和水，其中各种小麦、大米、花生、玉米、高粱、红薯，凡是能想到的地里种的我都买了一点，每样30万斤。猪肉、羊肉、鸡肉、鸭肉，凡是能想到的肉类，每样10万斤；各种水果每样5万斤；各类蔬菜每样1万斤；各类水果、农作物、植物种子，我也购买了不计其数的量级。为了储存这些东西，我直接又找了一个专业团队，往地下挖了30米，用水泥、钢筋、花岗岩浇筑成了一个巨大的冷库。冷库采用了当今最先进的冷冻储存技术，将这些东西储存几十年应该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还直接买空了一家大型超市，各种零食、水果、罐头、辣条不计其数，足够我用几百年应该不成任何问题。至于水，我买了10万件瓶装水、1万桶桶装水和各种饮料若干，反正是能想到的食物和水我都大量购买。前前后后总共花了我5000万，可能你们都觉得我疯了，买这么多东西怎么吃得完？难道我要当末世圣母救助其他人？我当然不可能干这种沙雕的事。我之所以购买如此大量的食物，是涉及到一个秘密，一个末世降临第3天才爆发出来的秘密。这个秘密潜藏在我的心里，犹如枯骨之躯不时发出阵痛，又犹如充满生命力的种子落进了泥土里，扎根发芽，越长越大，将我整个人都给淹没。我很害怕末世的到来，但同时因为那个秘密，我又很期待末世的到来。此刻的我内心无比煎熬痛苦，但我知道现在不是思考那个秘密的时候，现在我要做的是在末世到来之前做好足够的准备，这样才能有实力去破解那个秘密。磐石监狱的加固在有条不紊且快速地进行着。第2天中午，花岗岩的堆垒就已经完成，钢筋骨架也全部嵌入其中，开始往墙体里浇灌水泥。不得不说，这个500人的专业团队是真的效率极高，估计3天就可以完成整个磐石监狱外围的加固工程。看着10米高、2米厚的围墙雏形，我的内心终于有了一丝安稳。各种食物和水也在快速运抵，各类大型货车在磐石监狱的门口排起了长队，足有上百辆之多。如此巨大的阵仗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前来检查。在我花了几十万打理关系，随便找了一个理由便搪塞了过去。成批运来的食物和水，我暂时堆放在了监狱空旷的广场上，因为地下冷库还在修建，暂时无法使用。广场上的食物和水堆成了一座座小山，看上去十分壮观。二哈摇头晃脑，龇牙咧嘴，围着一座座小山疯狂奔跑，开心地叫着。我的心里也是充满了幸福感。有了这些物资，我和二哈在末世里绝对不会挨饿，可以过上无限躺平的生活。光是有充足的食物和水还是不够。末世到来，空气严重污染，各种病菌病毒到处流窜，人体免疫力直线下降，很容易生病。所以我直接花了200万买下了一个药店，以药店的名义购买了大量的各种药物。除此之外，我还买了300个太阳能发电板，挂满了整个监狱的房顶。末世降临的第3天，X 市的电力网就瘫痪了，所以想要用电必须靠自己，光是太阳能发电板还不够，万一遇到连续多日不出太阳的情况，那我也没有电可以用，所以我又买了20个柴油发电机和100万元的柴油，以备不时之需。除此之外，我还在磐石监狱的房顶上装了上百个风力发电机。磐石监狱位于郊区，地势也比较高，每天都会有很大的风，风力发电机再合适不过。除此之外，我还将所有的门窗都换成了防弹门窗，还加装了各种隔音装置。丧尸对声音极为敏感，隔音装置可以很好的隔离，减弱对丧尸的吸引。弄好这一切，我又去了一趟黑市，花了200万购买了足够量的枪械、手雷、火药还有防弹衣之类，这些都是违禁物品，平时我根本想都不敢想。但现在末世临近，就算被有关部门查到，估计末世也已经爆发了，所以我并没有什么忌惮。从黑市回来，我购买了几百台手机和10几台电脑，将里面全部下满各种视频、小说，又从书店购买了海量的各种书籍。末世是枯燥的，我需要一些精神食粮来填补枯燥的生活。折腾完这一切，已经是3天之后了。这个时候，监狱外围的加固已经完成，墙体无比坚固厚实。我还专门用大卡车撞击上去试了一下，结果墙体纹丝不动，大卡车被撞报废了。我很满意，这种坚固的墙体完全可以抵挡住数万只丧尸，再通上电网，可以说是末世无敌了吧。我购买的各种物资也在3天里陆续运到。
堆满了整个广场，甚至连房间都填满了，再也无处可放。恰好地下冷库竣工，我就雇了一批工人，将99%的物资放到了冷库中，余下的1%放在了监狱的仓库和厨房中，供我和二哈平时使用。冷库的大门我装了2米厚的纯金刚大门，而且是3道门，第1道是人脸识别，第2道指纹解锁，第3道密码识别。只有同时打开这3道门才能开启冷库。不是我太过小心谨慎，而是末世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必须时时刻刻做好防备。最后我又购买了几百台无人机、摄像头，用来检测监狱内外的状况。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看了一眼时间，2035年7月30日晚上10点20分，距离末世降临、丧尸爆发不多不少，刚好还有12个小时的时间。为了庆祝，为了珍惜这美好的最后12个小时，我给自己和二哈做了一顿大餐：烤羊腿、红烧肉、地锅鸡、凉拌皮蛋、青椒炒鸡蛋、狗粮沙拉，一共10几个菜摆满了整张桌子，当然还少不了我最爱的雪花啤酒。坐在监狱空旷的广场上，吃着大餐，喝着小啤酒，看着天空上稀稀落落的几个星星，我心里充满了感慨。这应该是最后一个安宁祥和的夜晚了。明天不仅是 X 市，整个地球都会变成炼狱。第二天，也就是2035年7月31日上午10点20分，我准时被一道剧烈的撞击声惊醒，耳朵被这撕裂天际般的撞击声震得耳鸣，头欲炸裂。我摇晃着脑袋，足足有1分钟，整个人才恢复清醒的状态。我拿着高清晰倍率的望远镜，乘坐电梯登上了足有50米高的瞭望台。这个瞭望台也是我专门修建的，为的就是观察磐石监狱周围的动向，当然更多的是为了那个即将到来的秘密。而如今算是派上了一点小用场。我举起望远镜，看向西北方向浓烟滚滚的位置，那里就是撞击发生的地方，距离我这里大概有5000米的样子。那里也是病毒泄露的生化实验室所在的地方。透过望远镜，我清晰地看到了真实的场景，一架直升机撞击了生化实验室，火光滚滚，断壁残垣，场面有些惨烈。当然，这些不是我最关心的东西，我关心的是直升机撞击之后的事情。上一世也是这个时间点，直升机撞击生化实验室，导致生化实验室里的病毒泄露，丧尸爆发，末世降临。这一世我虽然准备充足，但同样不希望末世的降临。我双手紧紧地捏着望远镜，观察着生化实验室里的一切动向。因为紧张，我的双手都开始往外冒汗。我祈祷着能有奇迹发生，末世不要降临。但是事与愿违，一切都没有改变。大约1分钟之后，一群身穿白色大褂的科学家从生化实验室里冲了出来，发出尖叫，满脸慌张。在他们的身后，10几只身体残缺、血肉模糊的丧尸张牙舞爪地追逐着。奇迹没有发生，末世准时到来了。末世爆发的第一天是病毒最为凶猛的时候，每一只被感染的丧尸都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力量，速度、敏捷度都远在普通人类之上，甚至可以博弈老虎。这也是为什么仅仅3天，全球90%的人被感染变成丧尸的最大原因。所以毫无意外，从生化实验室里仓皇逃出的白大褂科学家，还没能跑出去20秒，就被身后的丧尸扑倒在地，活活咬死。10分钟之后，这些被咬死的白大褂科学家身体以诡异的姿势从地上爬起，朝着市区的方向狂奔而去。与此同时，生化实验室内的病毒也在持续泄露。1个小时之后，X 市数千人被感染；2个小时之后，X 市数万人被感染；5个小时之后，整个 X 市狼烟滚滚，火光冲天，无数的建筑物塌陷，到处都是流窜的丧尸，人类的数量越来越少。我看了一眼时间，2035年7月31日下午3点20分，整个 X 是彻底被丧尸病毒侵蚀攻破，成为了人间炼狱。我手持望远镜已经在瞭望台上待了整整5个小时，内心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凄哀情绪。上一世我是从电视新闻里得到的这些数据和消息，这一世我亲眼目睹，感触真的是天差地别。这种事情只有你亲身经历了才知道什么叫惨烈。外面到处都是断手断脚，血液几乎染红了整个 X 市。饶是我经历了一个末世，看的也差点呕吐出来。整个 X 市已经被完全攻破，幸存者们开始疯狂地往郊区逃窜。和预料中一样，不少幸存者来到了磐石监狱的门前。毕竟我将磐石监狱武装的挺夸张的，不被发现也很难。幸存者足有数百之多，他们疯狂地开着各种车撞击大门，想要进来。然而大门被我加固的坚不可摧，就算是坦克炮弹都很难炸开，又岂是几辆车能够撞开的？撞不开，这些人就想要爬墙，10米高的围墙很难爬上来。有几个人通过绳索爬到了围墙上，却被电网活活电死，成了一坨焦黑之物。余下的幸存者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个时候，有人发现了瞭望台上的我，开始用扩音器向我求救。有些人承诺只要让他们进去就给我1000万，有些人说可以给我当牛做马。我听后脸上却布满了冷漠，举起手中的狙击枪瞄准了幸存者，现在离开或者死。末世里我可不会当什么救世主，因为上一世我经历过类似的惨状，如果不是因为我心软救了那个人，也不会那么快嗝屁。当然，如果没有那个人，我也发现不了那个秘密。一想到那个秘密，此时的我心里就激动不已。这些幸存者不相信我敢开枪，开始疯狂叫骂各种难听的话语，甚至有不少幸存者威胁我。见状，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扣动了扳机。
一枪爆掉了一名幸存者的脑袋。你们只有3秒钟的时间，3秒钟后不离开，我将开启屠杀。我再次放出狠话，余下的幸存者终于害怕，疯狂逃窜。然而刚逃出去几百米，数以千计的丧尸从四面八方而来，这些幸存者毫无意外的被吞噬。这些丧尸当然也发现了瞭望台上的我，纷纷狂奔而来，开始撞击大门和围墙，甚至有些丧尸爬上了围墙，只不过被电网烧成了灰。此时的我很庆幸自己的先瞻性。如果没有铸造这道10米高的围墙，我恐怕已经成了丧尸嘴里的食物。数千只丧尸围攻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对我的围墙造成一丝伤害。陆续被经过的逃生者吸引，开始追逐逃生者远离了磐石监狱。夜幕降临的时候，我通过摄像头和无人机清点了一下围墙外面，还剩下100来只丧尸在漫无目的晃悠，对我的基地造不成任何伤害。于是我就放下了戒心，在广场上架起了烧烤炉，来了一只烤全羊。晚上10点，整个 X 市火光越烧越旺，但求救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少，甚至连电视里播报丧尸感染最新状态的新闻都直接变成了雪花。我知道整个 X 市怕是已经彻底沦陷，外面应该有90%以上的人都变成了丧尸。不出意外，病毒应该已经传播到了邻近的几个市区，明天整个亚洲板块都会被感染，后天全球彻底沦陷。当然，这些都不是我能够左右的事情，病毒一经扩散就是不可控的状态，所有人都注定了要惨遭恶难。不过这其中并不包括我。此时的我躺在沙发上啃着羊腿，喝着雪花小啤酒，听着外面惨绝人寰的丧尸哀嚎声，竟然也有一番不错的风味。2035年8月1日早上9点，我昏昏沉沉的醒来，再次爬上瞭望台，透过望远镜和无人机观察外面的状况。此时 X 市的火光已经逐渐熄灭，道路上偶尔会出现几个幸存者，但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四处都是成群结队游荡的丧尸。X 市彻底变成了炼狱。当然，这是对于别人，对我来说差不多算是天堂。早上没有胃口，我就简单煮了一个皮蛋瘦肉粥，吃了2个猪肉大葱馅的包子。二哈的胃口倒是不错，这狗东西自从昨天晚上跟着我享受了一顿烤全羊大餐之后，对自己的狗粮就不再感兴趣，开始疯狂吃各种肉，不给就对我龇牙咧嘴，甚至在地上打滚撒泼。我储存的肉足够多，一个人就算吃1万年也吃不完，所以也无所谓。二哈想吃什么我就给他吃什么。在我的纵容下，这货大早上就啃了半条羊腿。我看着二哈鼓胀胀的肚子，一脸满足地躺在地上，犹如刚出狱的美女，心里不禁想到，这个末世当我的狗好像也不错。一天的日子下来平淡无奇，中午和晚上我胃口大开，搞了2顿大餐，二哈也跟着大饱口福。接连2天的大餐下来，二哈看我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之前的鄙夷，有的只是崇拜，甚至时不时像只猫一样温顺地蹭我的脚趾头。难道末世降临，这货的智商也发生了变异，学会了讨好我？这可不像是他以前的风格。最后我厚着脸皮将二哈的变化归结于我绝美的颜值和高洁的独特气质。除了吃饭的时间，我又陪着二哈玩耍了1个小时，其余时间我打了几把游戏，就沉浸在了电影的世界之中。我自小是个孤儿，一路靠自己打拼而来，其中艰苦可想而知，还从来没有如此惬意地享受过生活。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挺美好的。晚上11点20分，X 市的火光彻底熄灭，街道上再也没有了幸存者，断网、断电、断水随之而来，这比前世要早了整整1天。难道是因为我的重生对这个世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导致一切进度都加快了？那个秘密会不会也提前爆发出来？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我以为我调整好了状态，做好了所有准备，可以毫无波澜地去面对那个秘密。但当那个秘密真要降临的时候，我发现我错了。我的心情依旧会有一丝挥之不去的阴霾，因为那个秘密涉及到我一段沉痛的过往。如果有可能，我倒是希望它不要发生。11点05分，我乘坐电梯上了瞭望台，用高倍率清晰望远镜观察着外面的状况。我是一个天文爱好者，上一世彩票中奖之后，我就买了这样一个高倍率清晰望远镜。后来末世降临的时候，我靠着它躲过了几波丧尸，观察了 X 市的一些状况。如果没有它，我可能在末世降临的第1天就嗝屁了。此时我站在瞭望台上，看着漆黑的 X 市，对比着前世的记忆，发现时间的进度条确实被推进了，一切都在提前发生，整整早了1天，也就是24个小时。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11点25分，上一世2035年8月2日晚上11点50分，那个人出现，我就下了他，随之引出了那个秘密，也就是那个秘密害死了我。这一世末世的进度条提前了24小时，也就是说再有25分钟它就会出现。深吸了一口气，我让自己平静下来，不再去想那些沉痛的过往。11点30分，我乘坐电梯下了瞭望台，开始检查之前做好的部署。11点45分，我做完了所有检查，一切正常，我有绝对的把握掌控一切。我背着2把狙击枪再次乘坐电梯上了瞭望台。11点50分，我登上了瞭望台。也就在这一刻，磐石监狱外一个久违而又熟悉的哨子音响起，我循声望去，借着监狱外围强光灯的亮度，就看到了一个面容俊朗、身材高大的年轻男人站在磐石监狱的大门前，眼睛正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的心微微一颤，是他，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我是个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里长大。小时候因为没有爸妈，没有亲人，我在学校里受尽了羞辱。长大后因为穷更是受尽了白眼，唯有陈泽从不嫌弃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相遇，那年我8岁，那是一天的中午，一个飘着雪花、
吹着寒风的凛冬，我正在被学校里的一群坏孩子羞辱，他及时出现赶走了坏孩子，就吓了我。从那之后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每天腻在一起。我们上了同一所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之后还会隔三差五的聚一聚。在我的心里，二哈虽然是我唯一的亲人，但他的位置比二哈还要高出很多。我无条件的信任他，和他分享着我所拥有的一切。可是到头来，我却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阴谋，一场从我们相遇开始就已经布局好的阴谋。他接近我，保护我，都是因为我的身上有他需要的东西。上一世，我之所以会在第5天被丧尸围攻吞噬殆尽，他就是始作俑者。咕咕咕咕，在我恍神的时候，哨子音再次响起。木质哨发出清脆的布谷鸟叫声，这是我和陈泽之间独特的交流方式。我们曾经约定，如果遇到危险不能说话的时候，就用木质哨交流或者求救。当然，这是陈泽提出的主意。8岁那年我们第一次相遇，他就提出了这个主意。上一世我没有丝毫怀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极度美好的约定。直到我丧身于狮口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原来哨子音也是陈泽的布局。末世的丧尸对声音极度敏感，尤其是对活人的声音，但唯独对布谷鸟的叫声不感冒，所以陈泽才会用布谷鸟的哨子音和我交流。他早就知道末世的到来，甚至他可能就是这场末世恶难的制造者。汪汪汪！瞭望台上，二哈对着陈泽发出狂吠，这种狂吠代表着极度的警觉，只有在遇到危险或者敌人的时候，二哈才会发出这种声音。二哈很聪明，他早就看出来陈泽不是个好人，只有我上一世丝毫没有察觉，傻兮兮的相信记着陈泽，但那是上一世。陈泽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重生归来，思绪从遥远的过去飞回，我内心斑驳复杂的情绪一扫而空，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就像是上一世末世爆发之后，陈泽来别墅找我的神情一样。陈泽是个很聪明的人，反侦查能力极强，稍有不对劲儿就有可能被他发现。他在狩猎我的时候，我又何尝不在狩猎他？所以在他走进我精心设计的陷阱之前，我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绝对不能功亏一篑，因为他身上的秘密对我来说极为重要。得到了他身上的秘密，我也许可以不用只是苟活在这个监狱之中，甚至说不定可以结束这场末世恶难。我摁下了远程遥控按钮，磐石监狱外围的第1道大门打开，果然如预想的一样，陈泽站在外面观察了好大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才走了进来。幸亏我考虑到了这一点，设计的陷阱比较隐蔽，要不然此事肯定被陈泽发现了。哒哒哒，看着陈泽一步步走向我的陷阱，我的内心有一种将要成功的激动。上一世你设计陷害我，这一世我也要你尝一尝被人设计陷害的滋味。然而就在陈泽只差一步就要踏入我布设的陷阱的时候，他忽然收住了脚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随身携带的黑色手提包里抽出了一把狙击步枪，随后瞄准了我。砰的一声，陈泽开枪的速度极快，我还没有来得及举起枪，他已经扣动扳机，一颗子弹朝我飞速射来。这个人果然精明警觉，我看到陈泽的嘴角咧出一丝得意的弧度，似乎在为看穿我的阴谋而得意洋洋。他以为他吃定了我，然而我又岂会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早就在瞭望台上安装了全透明的防弹玻璃，近距离都很难发现的防弹玻璃，陈泽当然也发现不了。子弹击中防弹玻璃被反弹了出去，甚至没有一丝痕迹，更别说对我造成伤害了。陈泽一愣，他明显没有想到我会有如此深的布局，没有丝毫犹豫，他转身就往外跑。可是到嘴的鸭子，我又怎么会让他飞走？咯吱一声，我再次摁下手中的远程遥控按钮，2米后的大门轰然坠下。与此同时，一张铁质的锁链大网从天而降，将陈泽死死地锁在地上，丝毫动弹不得。砰砰砰砰，我又连开4枪打断了陈泽的手脚。这段时间，我在磐石监狱的室内靶场每天苦练射击，枪法进步神速，所以才能做到如此精准。这下陈泽彻底对我没有了威胁力。我从瞭望台上下来，打开磐石监狱的第2道大门，走向了他。没办法，这个人的心机太深沉了，我必须做到极度的小心。交出那瓶药剂，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让你死得体面一些。我神情冷漠地看着锁链大网中死狗一样苟延残喘着的陈泽，发出冰冷的声音。此时再度面对这个男人，我已经可以做到心无波澜。陈泽的表情猛地一滞，眼神中露出极致的不可思议。你是怎么知道的？失败的人没有资格提出任何问题，交出药剂，要不然我就把你扔出去。你应该比我清楚外面的丧尸到底有多凶残。就算陈泽已经成为了砧板上的鱼肉，我也不会告诉他我重生了。我猜测这个男人必然是有同党的。上一世拿到我的血液之后，将我推进丧尸群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从胸前暗藏的口袋里拿出了药剂。看着陈泽眼中那一抹几乎要溢出来的惊骇，我心中积压了2世的阴郁终于消散了不少。这种掌控全局，将前世仇人踩在脚下的感觉，远比在那3亿钞票里打滚要爽得多。你想干什么？陈泽因为剧痛，五官扭曲得像个狰狞的鬼，但他依然死死盯着我。这药剂的秘密，连我也才刚拿到手，你怎么可能知道它的存在？我没说话，只是缓步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二哈跟在我的腿边，喉咙里发出低沉且具有威胁性的呜呜声，那双智慧的小眼神里此刻写满了凶狠。看来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我俯下身，用冰冷的狙击枪管顶住他的下颌，微微用力。现在是我在问你，要么你自己拿出来，要么我打碎你的骨头，自己去翻。陈泽惨笑一声，
鲜血从他的嘴角滴落。他知道自己今天栽了，而且栽得莫名其妙。他自诩算无一策，甚至连丧尸爆发的每一个节点都计算得清清楚楚，却唯独没算到，在这个本该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憨厚老友面前，他成了最可笑的猎物。既然你知道药剂，那你也应该知道，没有特殊的提取方法，这东西就是剧毒。陈泽咬着牙，还想进行最后的博弈。杀了我，你一辈子也别想获得那种力量。这种威胁对我来说简直幼稚的可笑。前世，他在我临死前，为了欣赏我绝望的表情，曾亲口将这药剂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了我。那不是什么救世的良药，那是开启人类基因锁的钥匙，也是这场末世瘟疫的核心。你是说原初基因序列吗？我凑到他耳边，轻声吐出这几个字。陈泽的瞳孔瞬间缩成了一枚针孔。如果说刚才他只是惊讶，那现在他就是彻头彻尾的恐惧。这种恐惧甚至盖过了手脚被打断的剧痛。你到底从哪里重生的？他疯狂地尖叫起来，挣扎着想要摆脱铁网。我心头一惊，这男人的敏锐度果然恐怖，仅凭一句话就猜到了真相。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我直接伸手从他胸前的内兜里摸出了一个精致的金属管。金属管冰冷沉重，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只流转着淡紫色荧光的液体。这就是让他前世在末世中称王称霸，甚至差点踏上神坛的东西，也是无数无辜生命的鲜血换来的罪恶产物。拿到药剂的那一刻，我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往大门走去。你答应过给我留全尸的。陈泽在背后绝望地嘶吼着，给我一个痛快，杀了我！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陈泽，你教过我的，末世里谁都靠不住，唯有靠自己。至于全尸，我说过会给你，但没说什么时候给。我摁下了另一个遥控按钮，磐石监狱的第一道大门再次缓缓升起。那些被哨声和血腥味吸引而来的丧尸，此时正堵在门口，一双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里面的活物。嗷呜！二哈像是报仇一般，对着陈泽发出了最后一声挑衅的公鸭嗓叫声，然后摇着尾巴跟我走进了第二道防弹门内。随着防弹门的严丝合缝的关上，我隔着防弹玻璃，面无表情地看着那群疯狂的丧尸扑向了失去反抗能力的陈泽。惨叫声只持续了不到3分钟，我回到休息室，坐在柔软的沙发上。二哈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凝重，也不再闹腾，乖巧地趴在我的脚边，手中的紫色药剂在灯光下散发着迷人又危险的光芒。根据前世陈泽所说，这支原初药剂需要配合特殊基因体，也就是我的血液，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否则会爆体而亡。我看着满屋子堆积如山的物资，看着这坚不可摧的监狱，内心并没有想象中那种复仇后的空虚，反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野心。重生回来，我不仅仅是为了在这个钢铁堡垒里苟活一辈子。陈泽虽然死了，但他背后的那个组织，也就是制造这场灾难的源头，肯定还没放弃寻找这支药剂。既然已经提前拿到了钥匙，那我就要成为那个制定新秩序的人。我拿起一支干净的针管，深吸一口气，刺破了指尖，一滴鲜红的血落入紫色的液体中，瞬间整个试管沸腾起来，原本淡紫色的光芒变得炽热刺眼，仿佛孕育着一个小型的太阳。末世才刚刚开始，真正的摆烂生活得有绝对的力量才能维持得住啊！我自嘲地笑了一下，随后猛地将药剂推入了静脉，一阵仿佛撕裂灵魂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我眼前一黑，彻底陷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湿漉漉的触感惊醒，睁开眼，视线不再是之前的模糊，而是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如红外线监测般的超清晰质感。哪怕是在黑暗的休息室内，我也能看清墙壁缝隙里极细微的灰尘，甚至能听到几十米外监狱围墙边缘丧尸指甲划过石墙的刺耳声。我猛地坐起身，发现全身排出了大量黑色的粘稠物质，散发着比丧尸还要恶心的腥臭味。但在这些杂质之下，我的皮肤变得坚韧如皮革，肌肉线条虽然没有变得极其夸张，却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五感强化，我能清晰地感知到整座磐石监狱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不需要看监控。思维加速，大脑像是一台每秒运转1万次的超级计算机，之前觉得复杂的防御部署，现在瞬间就能推演出上百个优化方案。基因锁开启，我尝试着握紧拳头，空气中竟然隐约传来了爆鸣声。嗷呜！旁边的二还歪着头看着我，他那双原本清澈中透着愚蠢的大眼睛，此时竟闪烁着幽幽的蓝光。我注意到他昨晚吃掉半条羊腿后撑起的肚子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四肢上若隐若现的球结肌肉。看来这家伙跟着我同吃同住，竟然也在这充满病毒和药剂残余的空气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了某种进化。我洗了个澡，换上一身干练的作战服，再次登上了那座50米高的瞭望台。此时已经是2035年8月3日的清晨。按照前世的记忆，今天全球各地的电力和通讯会彻底瘫痪，世界将陷入长达数年的静默期。当我看向第一道大门时，瞳孔却骤然缩紧。陈泽的尸体不见了，昨晚那群疯狂的丧尸确实撕碎了他。按理说大门内应该只剩下破碎的白骨和被啃烂的衣服，但现在地上除了一滩干涸的血迹，空无一物。他果然不是普通人，我冷笑一声。陈泽背后的组织既然能制造出这种末世，自然有手段回收重要实验体。我立刻调取了昨晚的无人机监控回
放。画面中，在丧尸群散去后的凌晨3点，一架涂装漆黑、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的隐身直升机悄无声息地悬停在监狱门口。几名穿着外骨骼装甲的蒙面人跳下飞机，不到30秒就带走了陈泽的残骸。就在我沉思时，监狱外围的监测报警器突然发出了尖锐的红光。通过高清摄像头，我看到，在距离监狱3公里外的公路上，出现了几辆漆黑的装甲越野车，正呈战斗队形向磐石监狱逼近。车身上印着一个衔尾蛇的标志，那是前世直到我死都没能接触到的神秘组织标识。他们不是为了幸存者而来的，他们是为了那只被我注射掉的原初药剂。看来这一世的节奏比我想象中要快得多。我摸了摸怀里的狙击枪，眼神中透出一股前所未有的狠辣。二哈，干活了！我拍了拍身旁这只正对着装甲车龇牙咧嘴、体型已经快赶上藏獒的哈士奇，他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那不再是滑稽的公鸭嗓，而是真正的丛林之王的战吼。我并不打算躲在围墙后面，因为我知道，在末世里，最好的防御就是彻底的毁灭。我站在瞭望台上，看着那3辆漆黑的越野车在距离磐石监狱大门约500米处缓缓停下，车门打开，下来10几个全副武装的人员。他们没有急着进攻，而是熟练地架起了某种信号接收设备和便携式无人机。这些人的装备极其精良，远非普通幸存者可比。但我对磐石监狱的防御有着绝对的信心。既然来了，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这5000万的成果。我冷哼一声，并没有使用狙击枪，而是通过中控台打开了壕沟底部的供电开关。对面的一架微型无人机试图飞入监狱内部侦查，却在靠近围墙的那一刻，被我加装的电磁脉冲干扰器瞬间击落。对方明显愣了一下，随即3辆越野车顶部的机枪塔开始疯狂转动，子弹如雨点般打在我的防弹玻璃上，发出清脆的叮当声。这防弹门窗是我当初特意加装的，不仅防弹，还配备了隔音装置。对方见火力压制无效，开始发射钩索，试图强行跨越壕沟。我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那种思维加速的感觉让我看这些人的动作就像慢动作一样。我拿起那把从黑市花200万买来的高精度狙击枪，深吸一口气，准星瞬间锁定了领头那名壮汉的眉心。砰！子弹破空而出，在空气中撕开一道气浪。那名正准备指挥爆破的队长头颅瞬间像西瓜一样炸开。与此同时，二哈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他的巨大的身躯在瞭望台上焦躁地踱步，似乎随时准备跳下去撕碎那些入侵者。我注意到他的爪子已经变得如同钢刀般锋利，对方显然被这精准的一枪吓到了，纷纷寻找掩体。这时，其中一个背着通讯器的人拿出一个扩音器大喊：“我们知道你在这里，把原初药剂交出来，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否则等后续的大部队带着重型武器赶到，你这监狱只会变成你的坟墓。”我听着这熟悉的威胁，心中毫无波澜。上一世陈泽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按下扩音按钮，声音传遍荒野，保证我的安全。你们连自己能不能活过今天都不知道。我猛地按下了一枚红色按钮，那是我在围墙外500米范围内预埋的火药，这些都是我从黑市弄来的违禁品。轰隆，火光冲天而起，距离监狱最近的一辆越野车被直接掀翻，爆炸声吸引了方圆数公里内的丧尸。我知道，在这末世里，声音是最好的杀器。虽然我的监狱加装了隔音装置，但外面可没有。远处黑压压的丧尸潮正被爆炸声吸引，疯狂地向这里涌来。现在轮到你们玩生存游戏了。我看着那些惊慌失措的蒙面人，转身走向了电梯。